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那前几天呢，和公司的小伙伴聊天，他们都很好奇，觉得啊，小马你又是老板，又做自媒体，还是2个孩子的妈妈，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多能量呢？其实我自己呢，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我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呢，已经成为习惯了，所以他们要是不说，我都没有觉得我是这么一个高能量的人。后来呢，我就在思考，那到底是什么给了我动力，坚持到现在？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呢，也算是满足小伙伴们的好奇心吧。我想来简单的聊一聊我创业的这些年一些工作习惯，还有心态上的转变。那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泡杯咖啡，和小马一起聊个天。那首先能坚持下来的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喜欢吧。那一切呢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。那就拿工作方面来说，那进入这个行业也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对奢侈品是比较感兴趣的。那不管是商品的本身，还是品牌背后的故事、经营模式，都让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深挖，很有意思。所以呢，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。那之前呢，有看到过一段史蒂夫·乔布斯的采访，他就说，你得选择你热爱的领域。一个人呢，如果想在某个领域里成功，必定要花大把的时间和精力，全身心的投入进去。只有热爱，才能一直坚持下去。那可能呢，很多人认为他们对自己身处的环境并没有选择权。那也有人呢，可能会觉得我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但环境的确是能够通过后天而改变的。那小马身边呢，就有非常多的大老板，他们出身的家庭并不富裕。那像我自己呢，也是白手起家，那一步一步才做到现在的这个规模。而且现在互联网时代，有太多的渠道可以完成自我提升，就看你如何去安排时间。上下班通勤的1个小时，你会选择看书去提升自己的技能，还是滑着短视频消磨时间？那这种每天都做出的非常小的选择，可能在当下看上去很微不足道，但它们累积起来，可以决定你10年后你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。但是呢，说实话，互联网时代在丰富我们眼界的同时，也肯定是有弊端的，那就是选择太丰富了，那导致很多年轻人挑花了眼，不知道该选哪一条路，也不知道选的路对不对。其实呢，哪有人100%确定脚下的路一定是正确的呢？那10年前，当我卖出第1只包包的时候，也没有想到我今天会把店铺从日本开到香港，开到新加坡。我当时想的只是怎么服务好我眼前的第1位客人。那后来呢，这个客人和我建立了非常深厚的信任，还把我介绍给他的其他的贵妇朋友。那看着顾客的列表从1变成10，从10变成100，我才发现原来专注做好眼前的事情，机会就会随之而来的。那我以前呢还看到过这么一段比喻哈，感觉很形象，是说很多年轻人像身处在土壤里的蚯蚓，它只能一点一点的前行。但是你往前一接，它离地面就更进一步，那指不定哪天就能破土而出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还在迷茫，不知道方向，不妨就先专注做好眼前的事情。而且不管在哪个领域，能成功的永远都是那些能够脚踏实地的把眼前的事情做好的人，这是最基础的基础。那我以前公司刚刚起步的时候，因为要养家，然后养员工，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把利益最大化。那有时候呢，晚上很晚回家，刚吃一口饭，那客户马上就来电话了，还必须马上接，马上对应。那现在呢，工作的节奏呢还是很紧凑，但是我做事情的目的逐渐从赚钱变成了把事做成。那这种心态上的转变是非常巨大的。那举个例子，我现在的频道上除了讲爱马仕的干货，还偶尔聊聊我个人的人生观，然后育儿观。然后前几天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，他半开玩笑的说我在给社会做贡献。那我说不敢当，真没有那么的伟大，我只是通过平台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。那如果能以这种形式能给更多的朋友一些参考，引发一些共鸣，进行一些探讨，那
我觉得我做自媒体那就是有意义的事情。那包括像我们公司有70%左右的员工都是女性，那有些呢已经有家庭有孩子，难免会有需要放下工作去顾孩子的时候。我呢作为妈妈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辛苦，所以对于身兼数职又当员工又当妈妈的小伙伴们，只要在不影响业务的情况下，他们的工作时间都是非常有弹性的。像现在公司的这个规模和我们做的行业，那我觉得完全我是可以以我自己的方式给他们一些条件和帮助的。我其实是很少会感觉到累的，这是真的。那可能是天生就是一个精力比较旺盛的人，那所以比起精力不够用，我更多的时候是时间不够用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学会借助外力就是十分重要了。那一般来说呢，可以交给专业人士的事情，我都会交给专业人士去处理。那这样自己呢，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专注在喜欢和擅长的事情上。人在专注做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是感觉不到累的，是非常快乐的。那我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呢，说得通俗一点，还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。那所以我和很多20刚出头的朋友们聊天的时候，那就会告诉他们，要趁着年轻去抓紧搞钱，磨练专业技术来提升自我价值，这样以后呢，你才会有掌握支配时间的主动权。那这就说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点，就是不管在什么年龄段，都要对外界保持好奇。那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，人之所以要不断的学习，是因为我们的环境也是在不断的变化。那对于小马自己来说呢，因为公司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，那我想在管理方面呢，有一个更加系统的学习。那每周呢，都会参加商学院的一些课程和网络的课程。那虽然课程上很多的内容并不适合，那每个公司的运营模式都不一样嘛，肯定不能照搬，对吧？但是至少呢，也能给我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看问题的新的感觉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小马想分享给大家的一些感悟。那可能有些地方呢，听上去会有一点鸡汤，但是偶尔给自己打打鸡血还是挺有必要的。也希望小马的分享能给你们带去小小的启发。大家觉得自己是高能量的人吗？那你们又是如何保持动力的呢？留言告诉我吧，我们下期见。